顶级收入人群到底赚多少钱？在全球范围内，年薪75000美元就能让你进入世界上最富有的前5%。但在旧金山，这个收入几乎只是能勉强支付房租。那么，在美国，到底什么才算有钱？我们又该如何能达到那个水平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王博士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欢迎。我是一个投资人，崇尚价值投资和长期主义，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如何慢慢但稳定的增长财富。很多人以为自己知道富有是什么样子，但当我给他们看真实的数据时，他们都惊掉了下巴。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财务目标看法的话题。我们会看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真实位置，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好。接着我会展示美国收入分布的真实数据，前50%、前20%、前10%、前5%，以及那个最著名的前1%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会分享一些可执行的策略和关键的思维转变，帮助你逐步提升自己的收入阶层。所以拿好你的咖啡，我们开始吧。我们先把视角放大一点，在2023年，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大约是8万美元，这让美国依然稳居全球人均 GDP 前20名最富有的国家之列。按照全球标准来看，在美国，大家整体上已经是相当富有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的家庭收入大约是这个水平，那么你已经领先全球80%的人。但收入只是故事的一半。如今，在美国最富有的1%掌握了全美国约30%的财富，而位于中间层的第40到第60的百分位人群仅掌控了8%的财富。换句话说，高收入并不代表真正的财富积累。想象两个人 ，Alex 的年薪是25万美元，扣完税后每月实际的收入约为1.5万美元。然而，他每月要支付6500美元的房贷、2辆车的租赁费用、孩子的教育费用，再加上日常生活开销等等。结果是现金流为负，他背负着6万美元的信用卡债务和20万美元的学生贷款。从资产中减掉这些负债后，净资产仅为约5万美元。另一方面 ，Sam 的年薪是10万美元，他在税后的月收入大约是6500美元。但是他把住房支出控制在2000美元以内，开的是一辆无贷款的二手车，并且每月自动投资于指数基金。5年后 ，Sam 拥有10万美金的房屋净值、22万美元的投资、2万美元的现金储备，净资产为超过34万美金，没有任何债务。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指标是净资产 （net worth）。也就是说，你所拥有的资产减去你所欠的负债，它能告诉你你的收入究竟是在购买自由，还是仅仅在支付越来越大的账单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看美国高收入人群的全貌。我们来仔细看看，要达到美国各主要收入百分位，究竟需要赚多少钱，以及通常谁能达到这些收入水平。这些数字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。而且通往高收入的路径也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为多样。首先，前50%，如果你的年收入大约在5万美元或以上，你就已经进入了美国收入人群的前一半。这一群体非常多元化，包含了技术工作人员、销售、教师、执法人员以及医疗支持岗位等等。这些都是社会运转的基础性职业，通常伴随着一定的福利和稳定性。不过，要想从这里进入更高的收入区间，往往需要获得更专业的技能或更高的资质认证。好了，前25%要进入收入排名前1/4的人群，年收入通常要达到约9.5万美元以上。这一阶层往往代表你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专业深度，或担任中层的管理职位。想象一下，这个群体包括有经验的注册护士、建筑或制造业的中层管理人员，以及业绩突出的销售专业人士。这一层也有不少的软件开发人员和技术类的专业人员，特别是那些不在大都市收入最高端的人。在这个收入区间，大学学位和专业认证非常普遍。这些职位通常不一定需要高级学位或者超长的工时，而更依赖于技能、经验和专业培训的扎实组合。接下来事情会变得更有意思了。想要进入收入前10%的人群，你需要达到年收入约17万美元的水平。
那么这个群体是谁呢？其中就包括医生、资深的软件工程师，尤其是在科技中心城市，股票期权会显著提升总收入。还有一些有经验的律师、工程师、顶级销售主管以及企业董事都属于这一层级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需要注意，地理位置对收入的影响是巨大的。在德克萨斯奥斯汀，年薪10万美元的生活方式与加州旧金山赚10万美元的生活方式完全是两回事儿，两个地方的生活成本差距巨大。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是真正的高收入人群，前5%，你需要达到年收入超过25万美金。这个群体主要是由高级管理人员、成功的企业主以及专业领域的顶尖人才组成，比如企业的副总裁、经营良好的中小企业主、市场营销公司或者咨询公司的老板、拥有自己诊所的医生、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以及其他独立职业的专业人士。关键的区别在于，在这个层级，收入往往来自于多个来源，不仅仅是工资，还有企业利润、投资回报以及房地产收入。最后，让我们来看看最著名的那一层，前1%。在全美范围内，想要进入这个群体，你的年收入通常需要达到68万至80万美元之间。但像在康涅狄格州这样的地方，进入前1%的门槛需要超过95万美元。很多人对前1%有误解，事实上只有20%的人是靠固定工资收入，比如财富500强公司的 CEO 或者顶尖外科医生。其余80%的人主要是企业家、公司所有者或投资者，他们的财富主要是来自于企业持股和投资回报。这一层的人包括拥有自己企业的创业者、报酬与业绩挂钩的投资银行家、靠基金管理费和分红盈利的对冲基金经理，以及财富主要来源于股票期权与股权的公司高管。在这个层级，家庭的平均净资产超过了3000万美元。对他们来说，财富早已不仅仅是工资的问题，而是所有权、股权以及让金钱为自己工作的能力。那么我们普通人如何一步步攀升收入阶梯呢？好了，在不同收入阶段，哪些方法真正有效？我想你肯定已经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了。那么问题是如何向上攀升？我会分层讲解，因为随着你收入的提升，策略也需要相应改变。理解自己在收入阶梯中的位置，并不是为了比较或者攀比，而是为了识别出真正能够推动我们前进的关键杠杆。目前，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约为每年8万美元，而全职工作者按周薪换算的平均年收入约为6.2万美元。如果这听起来与你的情况类似，那么最先能够让收入有明显提升的杠杆，通常就是短周期的技能 （short cycle skills）。也就是说，在短时间内提升你的技能组合，是最能够快速改变你收入水平的起点。根据 LinkedIn 2025年的报告，那些花3到6个月时间完成专业认证课程的职场人士，平均薪资增长幅度接近于20%到30%，可以说是非常高效的投资回报 ROI。第二个方法，虽然我建议要非常谨慎，那就是换工作。数据显示，跳槽者的加薪浮动通常是在15%或以上，而留在原岗位的人平均只能获得约5%，甚至只有3%的涨幅，尤其是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。每2到3年寻找能够提升技能或年收入的新机会，往往能够显著加速成长。接下来是聪明的副业收入 （Smart Side Income）。如果你能够利用专业领域去做自由职业、咨询或者是教学，即使每月额外赚500到1000美元，这个额外的现金流也能带来巨大的差别。重点是选择能够利用你现有技能的副业方向。当你的收入进入6位数10万美元以上后，成功的关键就不再是延长工时，而是要深化专业能力，并建立战略性的人脉网络。通才能够赚到不错的钱，但专家才能赚到真正的大钱。例如职业护士、计算机架构师、高级网络安全分析师等等。问问自己，在你的领域中有哪些细分领域是你有潜力主导的呢？而且此时成功的关键不仅在于你知道什么，而在于谁知道你擅长什么。积极参加行业活动，在 LinkedIn 上
专业而且活跃的展示自己。因为有很多顶级职位并不是通过投简历获得的，而是通过人脉推荐。在更高阶段，你可能会考虑攻读高级学位，例如 MBA、法律学位、硕士学位、博士学位以及其他专业型学位。但在做出之前，一定要仔细分析投资回报率 ROI。一所前20名的 MBA 项目可能让你的薪水翻倍，但代价也极其高昂。问问自己，雇主是否能够帮你承担部分学费？这笔学费而产生的债务真的值得未来预期的收入增长吗？对于医生和律师而言，专业化方向 specialization 往往是进入高收入阶层的关键。与此同时，许多专业人士在这一阶段也开始多元化自己的收入来源，比如通过投资、房地产或咨询业务来增加现金流。关键在于循序渐进的扩张，让你的专业能力与资本规模自然同步的成长，逐步增加新的收入渠道。要想进入前5%的收入阶层，也就是突破每年25万美元，通常不仅仅是要靠加薪，而是要通过拥有股权所有权，也就是 equity and ownership。例如在科技行业常见的 RSU， 也就是限制性的股票单位，就能够显著地提升整体的薪酬水平。此外，在医疗、法律、咨询行业中，合伙人 partner 可以直接分享公司的利润。最后，也就是最具潜力的一条路，创办或拥有属于自己的企业。即使是一个成功并且能规模化发展的副业，也有可能能帮助你达到这一层级。另一个关键是精通税务和投资管理，你必须要做到税务效率的最大化 （tax efficient）。如果有条件，一定要用满 401k、HSA， 也就是健康储蓄账户、Roth IRA 等等的税收优惠账户。你的投资组合也要真正的为你工作，带来股息 （dividend） 和资本增值 （capital gains）。此外，建立多重的收入来源，比如包括工资、企业利润、投资回报和房地产收入等等。多元化 diversification 是你的朋友。大多数达到这一层级的成功家庭都会拥有多元化的收入结构，通常是结合了工资、公司分红、投资收益以及来自像房地产或其他渠道的被动收入。这种多元化不仅仅能够提升收入水平，更能够增强长期的财务韧性，帮助他们在迈向前1%的过程中保持并持续增长财富。而要从前5%晋升到前1%，在全美范围内，你需要年收入在70万美元左右的水平。而在像康涅狄格州这样的地方，刚刚提到了门槛甚至高达每年95万美元。在这一阶段，策略的重点从单纯追求高薪转向通过所有权和杠杆来积累财富。在这个层级，大多数高收入者不仅仅就只是个雇员 employee， 事实上很多人根本不是，他们是企业主、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，或者是那些将高薪收入与公司利润、股权、房地产收益相结合的专业人士。举个例子，到2025年，美国前1%收入人群的平均工资约为70万美元，单身个体进入这一层的门槛约为40万美元，而家庭收入门槛则为约50万美元。所有权 ownership 和杠杆 leverage 是这个层级的关键。在这个阶段，你通常是比如一家企业的拥有者，或者持有大量股权的重要合伙人，或是能够有效运用资本杠杆的投资者。你在这个阶段开始学会利用他人的时间，比如说是有员工的，利用他人的资金，比如用其他人的钱进行投资，以及比如说会利用技术或者系统化的流程来扩展你的收入规模，超越你的个人劳动所能创造的极限。接下来要关注的是资产保护与遗产保护，也就是 asset protection 和 estate planning。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，如何保护财富变得至关重要，包括建立信托 trust、购买散状综合保险 umbrella insurance， 以及采用合理的法律结构 legal structure 来降低风险。这些措施在这个阶段变得至关重要。许多达到这一层级的人还会通过私人基金会 private foundations 进行慈善捐赠，这不仅能够实现社会的回馈，也能在税务上更有效率。本质上，在这个阶段的转变是，你从靠工资赚钱变成了建立并管理能够持续创造财富的系统。
无论你现在处于哪个阶段都没有关系，目标不是评价自己，而是了解选择，并采取有策略的行动。记住2件重要的事情：第一，没有一条完美的财富阶梯，有时候通过一些关键性的策略，你可以实现跨越式的提升。第二，要同时追踪收入和净资产。如果你赚得多，但花的也多，那这些钱就很难积累财富。真正通往财富的道路，并不仅仅是不断往上爬，而是要建立能够在你睡觉时也能替你赚钱的系统。无论你选择的路径是投资、创业、房地产，还是以上几种方式的组合，最重要的是从你现在的起点出发，采取最符合你当下状况的下一步行动。那么你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希望达到哪一个收入百分位，以及你准备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来实现这个目标呢？如果你觉得这段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记得订阅频道并点赞，这能让更多需要这些信息的人看到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